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年龄越大，骨头越脆。骨密度作为骨质量的重要标志，能够反映骨质疏松的程度。骨密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3个，分别是遗传因素、身体锻炼的情况、补钙因素。骨密度的正常范围在-1到正1之间。如果骨密度值低于平均值 2.5 的标准差时，就到了患骨质疏松的范围。身体的骨质大部分在20岁前完成，然后进入稳定缓慢增加骨骼期。通常到30到35岁，骨密度能够达到峰值。年龄过了40到50岁，骨密度就会逐渐下降。由于老年人的钙营养会大量消耗，不得不将骨骼中的钙调动到血液内，所以很容易导致骨密度大量流失，可能会增加血管、细胞以及组织内的钙含量，容易导致神经衰弱、糖尿病、周身麻木、冠心病、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的发生。平时吃了那么多钙片、骨头汤，那么你知道水果也能壮骨吗？1996年，国外就流行病学调查研究，水果蔬菜摄入充足的老人和不爱吃果蔬的人相比，骨矿物质密度较高。水果用什么养骨骼？水果含钙量并不高，为什么对骨骼有好处？优质钾元素水果提供了充足的钾，却不会增加磷、硫等酸性元素的供应，从而减少了体内的境内源性酸，减少了尿钙的流失量，提升了尿液的 pH 值。水果中富着柠檬酸钾，而柠檬酸钾中的柠檬酸离子会在体内氧化掉，变成2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，不会增加人体的酸负荷。有研究发现，长期额外服用氯化钾补钾会使骨密度下降，而如果服用的是柠檬酸钾物，密度会上升。抗氧化物水果中富抗氧化物质，一定程度上能降低骨质的炎症反应，可以帮助预防一些炎性骨病。有机酸，水果中的柠檬酸、苹果酸等有机酸，有利于钙、铁、锌、镁等多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。每天吃多少水果呢？世界各国对水果的推荐摄入量一般在2到4分之间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，一份水果约80克计算，一天应该吃160到320克水果，大概相当于1个苹果加上1个橘子。这个数量对预防冠心病、中风、糖尿病等都有好处，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利的。藻类补钾，冠军是藻类，含量为370到600毫克每100克，相当于每天所需钾含量的1/4。热带水果中，含量排在第2梯队的是热带水果内，除了大家熟识的香蕉、椰子、菠萝蜜、榴莲等，热带水果的钾含量也能够达到250到470毫克每100克。樱桃，每100克樱桃的钾含量为232毫克，但是糖含量仅为 10.2%， 是补钾的好选择。吃水果的健康要点：每天吃，适量吃，选择自己吃了之后不会肠胃不适的水果，不要因为吃水果影响到其他食物的正常摄入。张大爷3个养骨的好习惯值得学习。张大爷今年84岁，年轻的时候毕业于交通大学，而后投身教育事业大丰收，年老以后身体素质更是不输年轻人。前不久张大爷去医院体检，医生发现他的骨密度还有年轻人 94%。 张大爷的骨密度不输年轻人，这和他平时的3个养骨习惯有关。1. 坚持运动。张大爷的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他坚持运动大部分的方式是走路，而且他经常爬楼梯，一口气爬30多层台阶。家里停水的时候，
他自己下6楼提水一点都不吃力。运动之所以能够增加骨密度，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人体代谢，而户外运动有利于钙吸收。运动过程中肌肉收缩，可以直接做骨骼牵拉，有利于增加骨密度，预防骨质疏松。建议平时可以做一些慢跑、广播操、太极拳等运动。2. 多晒太阳。张大爷经常晒太阳，就算是3伏天，也坚持在户外接受短暂的日光浴。晒太阳能够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， 从而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率。根据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营养和运动管理专家共识中的建议，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获取维生素 D， 每次大约晒5到10分钟，每周2到3次。尤其是老年人以及皮肤颜色深的人，需要更长的时间晒太阳。3. 多吃蔬菜。张大爷的日常饮食中，9成以上都是蔬菜，每天的吃饭花费不超过8块钱。蔬菜对骨骼健康有多少好处？营养学专家提到，蔬菜中的小松菜、春菊、大头菜、白萝卜、豆芽等绿色蔬菜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。 维生素 K 可以防止骨骼受到蛋白质破坏，确保骨骼中的钙不会流失，所以能够起到强健骨骼的作用。根据中国膳食指南2022年的建议，成年人每天食用蔬菜不少于300克，水果不少于200克。不想骨头变松，这些食物要远离。饮食和骨骼健康有密切的关系，如果不想骨骼变松，这几种食物最好不要吃。1. 含盐分高的食物。含盐分高的食物不仅会影响肠道的钙的吸收，而且还会增加排泄中钙的流失。一般情况下，当肾脏排出1000毫克的盐，同时就会排出大约28毫克的钙，所以长期摄入含盐高的食物容易导致缺钙，比如腌菜、腊肉、咸鱼等食物都属于含盐高的食物，最好少吃。2. 加工常见的加工食物，比如加工肉类、饼干、油炸食物等，这些食物都含有大量的无机盐，而且几乎能够完全被人体吸收，容易导致人体摄入的磷超过钙的10倍以上。虽然适量的磷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，但是过量的磷却容易加速钙的流失，不利于骨骼健康。3. 高糖食物。摄入过多的高糖食物不仅会影响体内血糖水平，增加患糖尿病风险，而且还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，加重骨质疏松。4. 高脂食物。高脂食物如动物内脏、肥肉等，对于骨骼的养护有很大的影响。脂肪堆积过多，容易造成体内钙元素无法被骨骼所吸收，长期如此会造成骨骼的流失，影响骨骼健康。最后提醒，骨头汤、虾皮不补钙。说到补钙，很多人首先会讲到骨头汤、虾皮，特别是骨头汤，长期霸占着补钙食物的 C 位，但事实上，这2种食物都不是补钙的第一项食物。首先看看骨头汤，虽然动物骨头含有丰富的钙质，但这些钙质需要动物的激素作用，才能成为可溶于水的钙。在动物被宰杀后，这些激素失去了活性，无法释放骨头中的钙质，所以喝骨头汤无法起到补钙的效果。骨头汤喝多了，反而容易因为脂肪含量高而增加肥胖、高尿酸血症的风险。再来说说虾皮，虾皮确实含有大量的钙质，但是想要靠吃虾皮来补钙却比较难，因为虾皮很小很轻，一般情况下食用很少，日常吃虾皮只能获得很少的钙质。想要达到200克左右牛奶的钙质，大约需要吃25克的虾皮，而我们平时根本吃不到这么多。此外，虾皮比较难消化，人体的吸收率比较低，所含的钙也不好被吸收。
含钠高，不适合用来补钙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